外界还注意到，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周四在总统府召开发布会时宣布，财政部长黄循财已确定将出任新加坡下一任总理。 70, and I'm looking forward to handing over to Lawrence once he's ready. 李显龙此前已多次表示要在70岁之前卸下总理职务。在新冠疫情爆发后，他转而强调交棒时间点将取决于疫情形势，要将完好无损、运转良好的新加坡移交到继任者手中。李显龙表示，下一次大选将最迟在2025年11月举行，届时是否由黄循财担任总理，率领执政党参加大选，还是继续由李显龙本人出战，胜选后再由黄循财接棒，还需要根据情况变化而定。黄循财在发布会上表示，他清楚团队最终必须获得人民的委托，他绝不会把这视为理所当然。他会同李显龙总理商量选举策略，并会努力争取新加坡人的信任和委托，为新加坡人服务。Now I will be taking on what would possibly be the biggest responsibility of my life. I am under no illusions about the demands of the job. 49岁的黄循财祖籍中国海南，出生在新加坡，2011年才进入新加坡政坛，被认为是政坛黑马。新加坡疫情期间，他作为新加坡的抗疫总指挥之一，表现沉稳，获得了新加坡国民的普遍认可。在黄循财之前，新加坡副总理和经济政策统筹部长王瑞杰也曾被推选为该国执政党第4代领导团队的领导人。但去年4月，王瑞杰宣布，由于年龄和健康原因，他将不担此任。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您好，新加坡第4代领导人公布了，那您是如何来看新加坡新领导人的使命？美心你好，新加坡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可以说呢是国小权重高。在世界外交场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特别呢是在东盟和美国之间，在中美之间都具有桥梁和平衡的作用。比如呢，前些天李显龙总理出访美国，就给美国呢提出中肯的忠告，给世界呢给出独特的思考问题的视角。比如说呢，他希望美国呀不要把俄乌冲突描述为民主国家和专制国家之间的冲突。他批评美国的一些人呢，把中方划到错误的一边，在国际社会呢是越来越不得人心。现在呀，世界格局呢在发生急剧的变化。俄乌军事冲突以后呢，将重构国际关系。那么经济全球化会不会倒退？新冷战会不会形成？美元为主的国际支付体系会不会变化？政治会不会凌驾于经济之上？美国印太战略会不会打破东南亚的合作与和平？这些问题呢能否解决好？新加坡的意见呢都非常的重要。新加坡的站位呢也很重要。因此呢，新加坡第4代领导人的第一大挑战，或者说是第一大使命，就是能否呢扮演好东西方之间劝和劝架的作用。其次呢，是在国际格局急剧变化的年代呢，能否稳健持重地把握经济政策，发挥国际金融中心的作用，减少人民呢对政府的依赖，进一步的激发创新精神，动员人民呢为国家的进步献策献力，提升新加坡的国际竞争力。第3大使命呢，是维护新加坡的多元包容精神，不仅在国际舞台上，就是在内政上呢，也能够团结大众，加深与公务员队伍的合作，确保政治稳定。那么从黄循财的背景、以往的工作业绩和个人魅力来看呢，他都很令这个新加坡的民众呢有比较高的期待。那么我个人呢也认为，他呢会成为这个世界变局中稳重、坚定、德才兼备的领导人。